家里的人不吃素带强硬的话呢，那是不是就断了他们跟佛结缘的机会呢？吃素一定就是等同慈悲嘛？放生算不算慈悲？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个影片和各位分享吃素或是茹素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有发布了一则佛陀说素食这个影片呢，其中有非常多的居士在留言板给我们留言，彼此之间有很多的话题在讨论，所以今天我想利用这短短的时间和各位一一分享这些居士们的疑惑，以及这个佛教呢，从原始佛教到我们所谓的北传、南传甚至藏传，他们在这种饮食上的这些传统是怎么样的历史的渊由。因为这当中呢，有很多居士有留言说其实呢，真正的修行不在于吃什么，他也有接触很多长期茹素的人，但是呢，他觉得吃素的人不代表就是真正有慈悲心。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是吃素一定就是等同慈悲嘛？当然在就近来说，如果一个修行人他真正依照佛陀的教言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佛教徒，是在我们身口意三门，我们要常常随时自我反省，然后检视。所以不能说这个吃素或是素食呢守得很严谨的这些人，就常常对吃肉这个口欲还没断除的人升起了一种高下之分觉得说你修行，你说你是学佛的人，但是呢你还是没办法放下这个口欲。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就是有一点觉得说我修得比你好，你呢不如我。那这种的吃素的心态呢，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我们应该是要把素食茹素吃素这个概念呢，是要放到更广的一个宏观的眼界。就如我上次的影片，我提到不仅是在我们自身的修持修为我们要能够培养一个慈悲心，对他人怜悯的心，对一切众生尊重的心，对生命的尊重的心念，这种的启发点我们来茹素。不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旗帜标杆就是说如果你不吃素你就断了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或者是你就是断了一个可以成为更好的人的这种负面的标签。我想这也大可不必。所谓是否能够升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不在于我们嘴巴是吃什么，而最重要是我们的心念那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信愿行也有居士在留言板说师父我家里呢之前呢有买了很多的干货是肉类的，但是呢家人也想吃他自己呢是控制着，但他心里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欲望被压抑，他觉得是一种执着所以他觉得是不是也是不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们的家庭的氛围环境背景条件还不是那么具足因缘可以全部茹素，就是完全断肉的话呢，就还是以三净肉为主，就是不闻杀、不见杀、不疑为我杀，这主要三个根本的条件能做好。先自身自己先好好的想清楚真的不是因为想要吃肉的这个欲望，这个不可以说这是对一件事情执着其实我们断肉，这是一种修行修持，在修心的一个部分。因为执着是贪着一件事，
所以这个应该是要分不同的方向去看啊。所以如果说自己内心还断不下这个欲望，那你就是要自己好好去调整自己的心，而不是去控制自己的这个口欲。那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说这也是执着，是不是就随缘啊？那当然这个就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心啊。那如果说家里的人不学佛，基本上呢就是以随缘的方式不要勉强，因为如果太过勉强太强硬的话呢，会造成了家人对这个佛法，对一个学佛人的行径会产生一种排斥反感，那是不是就断了他们跟佛结缘的机会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好好思考的。那也有人说那师父啊，这个吃不吃肉跟你修行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跟关联。其实我必须要在这里和各位分享，我们看看楞严经，大佛顶首楞严经，首楞严经当中呢，佛陀是亲自开示我们。在经文我们一起来看：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楞严经呢，是佛陀因为阿难尊者他那时候遇到了摩登伽女女色的磨难，他遇上了外道之女看到阿难非常庄严因为阿难长得跟佛陀非常的像佛陀有32相，阿难可能都具备了30相了。所以当阿难在外面托钵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个摩登伽女，他们会一些不好的咒术，所以阿难尊者他是谨守戒律的一个沙门修行者，但是就遇上了这个魔考修行的魔考。当然我们不要把这话题扯远了。总的来说呢，佛陀借由阿难遭遇了这个摩登伽女之难呢，而讲了这个楞严经。这楞严经当中呢，其中有讲到修心修行定力的部分，就是4种清净明慧，告诉阿难如何去找出真心。所以佛陀在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六道的众生呢，没有断除这个杀心，你吃你觉得不是你杀，但是这个众生是因为你有这个共业力一起才造成了有个连环的商业链因为当我们每一个人觉得说反正我也没有真正去杀，我也只不过是吃这个所谓佛陀方便开许开源的三净肉，那也没有关系但是根底来说呢，这还是造成了杀生的产业链。等于说我们如果没有真正发心断除吃肉的这个欲望，那等于说这些产业会一直因为这些人的需求，有供需之间的需求，等于说你就间接了造了这个杀业。就像我上一个影片就说，如果我们发心能够如数，我们就断去了跟众生结恶缘的因，那一样的道理。所以佛陀为什么这里跟我们说，一个修行人要修到三昧，他所谓的三昧就是三摩地萨玛底意思是到达非常的等持等住等定的心，已经到达那种的境地，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动摇得了他，就是非常非常定力的。如果连要断去这个吃肉的欲望都没法断去的话，那这个尘劳就永不可出，当然就很难从六道这个轮回的枷锁跳脱出去。所以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楞严经也讲述了非常多，在末法时节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从这里钻一些漏洞，
就是说啊，其实楞严经不是佛陀讲的啊，是伪经啊，是后人在捏造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大佛顶首楞严经确确实实是佛陀亲自开示的经典哈，而且呢，楞严咒是出自于楞严经里面。楞严经当中呢，非常强调楞严咒的不可思议的殊胜，因为常常持楞严咒就会让我们修行的人更有防护哈，就是好像有一个那个结界防护，对外在这种我们修行我们所谓看不到的一些魔障魔考，就能够有一个回遮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我在之前的影片有很多相关的开示，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佛陀在楞伽经当中呢，其中一个断食肉品就有说，菩萨慈念一切众生犹如己身，云何见之而作实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佛陀跟这些发心修行的大菩萨，就是菩萨摩诃萨，佛陀呢就跟这个大慧菩萨开示说啊，你要知道，如果修学佛法慈悲如菩萨的人呢，他一定是悯念一切众生，而且呢，就看到众生就像自己一样。云何见之而作实想？就是说，怎么可能看到众生，其实就等于是看到自己，因为众生跟自己其实就是同体名大悲啊，无缘名大慈，同体名大悲，就是没有任何的分野啊。到达这种修学佛法的人，他对所有的众生就是一切众生如母啊，就如母亲一般，非常的尊重、爱护、敬戴，所以不可能会想要去吃它，根本一点这种念想都没有。是故菩萨不应食肉啊，所以这已经很明确了啊，就是佛陀是确实是有说我们是不应该吃肉。再来呢，佛陀又继续说，为什么不能吃呢？夫食肉者，诸天远离，口气常臭，睡梦不安，觉已忧悚，夜叉恶鬼夺其精气，心多惊怖。好，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佛陀说，为什么不能吃肉？首先，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应该就是要爱护众生，视众生犹如己出啊，就像你对自己怎么样好，你就应该对所有的众生一样这么的慈悲，这么好啊，这才是一个修行人的本怀啊，这也是一个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应该要学的。那再来呢，他又说，菩萨为护众生信心，定于佛法不生羁绊，以慈悯故，不应食肉。所以佛陀继续跟大慧菩萨也说了，这个要去维护别人的这个信心啊，会加强别人信心。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就是不应该吃肉，不要让佛法被别人羁绊啊，就是产生闲言碎语，就是说，哎呀，佛陀不是都说慈悲啊，发菩提心啊，发大悲心啊，那为什么还要残害众生、伤害众生、杀害众生，而来当自己的粮食呢？对不对？在过去在藏地，他们讲雪域嘛，因为他们的交通啊、环境都非常的不方便，很多时候确实他们在藏传是没有非常强调茹素吃素这个部分，是因为他们大环境的限制啊。但是现在很多藏传的这些修行者呢，不管是出家或是在家的修行者，他们也都奉行了佛陀所说的茹素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就是渊源于北传佛法。在我们佛教有分南传、北传跟藏传这几大派流。那因为最初原始佛教的时候，佛陀呢确实在一些律典有开取三净肉。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在佛陀佛治时代啊，那时候比丘这些跟着佛陀修行的这些大阿罗汉们，是出去外面托钵啊，沿路托钵，挨家挨户的托钵，日中一时。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大环境的因素因缘呢，佛陀那时候才开许了这个三净漏。但是佛陀还是在很多不同的经典，例如楞伽经、楞严经，还有梵网经，这些都是佛陀所说的大乘经典，都在提倡要如数。而且在北传佛法当中呢，其中在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他是读诵了佛陀的楞伽经，他非常深受感动。各位都知道，梁武帝他是非常信奉佛教的一位皇帝，而且呢，那时候他在当时的朝代呢，是非常的护持三宝、供养三宝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整个历史的渊由呢，他是希望所有这些寺院呢的僧人都应该要依照佛陀的教典里面的教戒，就是要慈悲为怀，不应该吃众生肉。所以他就希望呢，在寺院都是不可以有杀生啊，不可以有荤食。所以在那时候的丛林呢，丛林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佛寺啊道场，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历史渊由。所以为什么在北传的地方呢，很多佛教都是吃素的。所以当然在南传佛教呢，现在还是延续着佛陀当初的三净漏的方便开许，他还是有在吃哈。那当然这个是不同的文化背景、环境背景，我们就彼此尊重。那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个部分去产生一个这个对立哈，好像觉得说啊，我不吃肉就一定比吃肉的更优越，或者是你不能断肉，你也不能说吃素的人太执着啊，不对。佛陀希望我们佛教徒应该要去了解、学习的佛法的真谛。我们应该要放下这个世间的成见，个人的一个见解，我们应该要以佛法大方向为考量。所以所谓三净漏也好，吃不吃，怎么样修，我觉得最终还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念，这是最重要的。那再来呢，我在之前的影片有提过说，吃素其实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放生哈。那就有居士问到啦，放生，那如果说我们放一些害虫啊，或者是毒蛇呀，算不算佛陀告诉我们的慈悲善行的放生？我觉得放生呢，它有几个观点去看。放生它本身这个是善行，是好的。你放生，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随手可以做，除了自己可以少吃一顿肉你可以减少动物被杀，因为就不会有在这个所谓的三净漏嘛。那另外呢，你在家里有一些蚂蚁啊、昆虫，这些你也可以让它不要遭受到伤害，把它用杀虫剂啦，或者是用其他外力的手段结束它的生命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其实呢在我们佛教，我们都是主张要护生，爱护众生的生命，不管它小至一个蚂蚁，或是蟑螂甚至老鼠或是你不喜欢的这些昆虫动物也好，我们都还是要秉持着一个修行者的心念，我们要尊重生命，我们也应该尽可能的保护生命。但是如果说你放生，它这个毒蛇呢是从别人刻意去买来，大量的去捕猎，然后呢放在一个地方市集里面，然后再去卖给一些专门要放生的这些居士们，我觉得这个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产业链很多路上或者是摊贩，你都可以看得到一些笼子里面都是很多的一些鸟类或是鱼类等等。但是有时候很多这些鸟鱼它是本来就在它所属的环境，但是呢，因为我们佛教非常提倡这个放生，过去的祖师大德们，他们对于放生呢也非常的肯定跟推崇。
因为他觉得放生是一个好事等于说是解放一个众生的生命嘛，那等于说你自己自身就会得身体健康如意自在不至于多病。但是如果呢，假设你一直在买这些动物，它是透由另外一种强制被猎捕的产业链这种手法的话呢，就会失去了它放生本来的本意了。因为这些众生本来是可能在很自在的环境，但是呢就是被人类刻意的去把它捕起来，然后呢就是贩卖，然后又让一些好心人士买了，然后又再放了又再抓抓了又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到最后其实很多这些动物到最后都是没有存活下来的也很多，那其实这种的放生也就失去了它的本意了所以我觉得放生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善行，但是我们如果以比较随缘的心态来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也是很好或者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可能看到这个鱼贩或者是什么，他们有一笼子的这些鸡也好或是鱼也好那你就看这些动物一定是被别人买了要杀，你觉得升起一个怜悯心慈悲心，你要把那些众生呢把它买下来去放，但是这要放在哪里呢？这也是一个智慧。因为有些我看现在很多呢，就是当初他们太集中在放一个生物，变成是整个生态不平衡了这也造成了我们整个这个部分的这个不协调。好，今天我们在谈论这个素食相关的 Q&A，我相信或许你也有得到你心里的一些疑惑的答案。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力行佛陀所说的慈悲利他的心来吃素不是在形式上的吃素，这是比较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坚持吃素如素的心态应该要更正向的，不应该是对立的心态，应该是要包容圆融的心态，来让更多的人理解到说吃素真的是非常重要，现在我们21世纪非常重要，迫不及待必须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因为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你看全世界有50多亿人口吧，不要说全部的人，如果有将近一半的人都能够断肉不食众生肉，那是否我们就这个产业链呢就没有那么多杀业，也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众生的怨气因为当我们在宰杀这些动物的时候这些动物它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那个怨气都会停留浮在它的尸体的表皮上，甚至它的肉里面，所以当你在烹煮的时候你就吃到你的肚子里，那你其实你就变成是这些众生的坟场就在你的胃，那你这个气场就一定不是这么的清净，这么的吉祥。就像刚刚在经文里面有提到说食肉者他的戾气很重在楞严经有提，因为你吃肉的人众生会感应到你有一种戾气戾就是那种不是那么柔和，是一种非常尖锐对立的一个戾气，这也是对我们修行心境上面也是一个不好的影响。等于说你的胃是这些众生他最后的归宿，而且呢你吃下的肉可能它里面的一些肉质有毒素，最后呢还会造成我们身体会变癌，因为吃太多肉呢身体会发炎不断的发炎，到最后呢就会变成癌症。所以为什么现代的人很多有癌，以前古时候的人就没那么多，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多？就是因为现代的人的生活步调
压力大，饮食呢也都是常常是以这种肉为主，不是以蔬果青菜为主。蔬果青菜比较像是身体的灭火器，肉呢它会增长这个身体发炎的可能性所以在很多的这个观点来看呢，吃素确实是我们现在21世纪我们全人类一个最好的方便法门，不仅对自己的自身能够养生，身体健康，而且呢，常年吃素的人往往都比实际年龄呢还减少10岁，而且他的精气神呢也会特别的好，而且个性呢也比较调柔温和有耐心相对于吃肉的人就是比较脾气暴躁比较没有耐性。所以为什么在楞严经佛陀非常强调这个断五辛跟断肉这是有它的依据跟根据的。所以我今天呢很欢喜呢，在这个影片和各位在这个部分再做一些讨论跟分享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留言。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呢对你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跟启发你也觉得会对你的亲朋好友他们会有所帮助，也请你不要吝啬你一个手指头的功夫就是请你帮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同时还要粉丝热推，还有也一定要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回答到你们的问题以及疑惑，这些呢都是给我们频道呢最大一个支持跟鼓励。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或是你有一些想法见解，也欢迎你再继续在这个影片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我们都会看同时要不断的转发在各个 WhatsApp、Line 社群媒体把我们的这影片给更多有缘的人，可能因为你的转发让那个人的人生有了转变让那个人呢有更美好的人生所以你也造了一个很好的善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法布施，随手随时都可做的这个一个指头的法布施。请大家也要持续的护持我们的频道，也不要错过了我们新的影片，给我们更多的支持。那也祝福大家在学佛的道上一切吉祥如意，平安自在。阿弥陀佛。